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妻子的男助理发了条微博，照片里我看到我丢掉的婚戒出现在他的无名指上，余生有你，请多指教。我心里没有丝毫波动，点赞祝福道：幸福。就是戒指看上去不太合适。短短几秒，妻子的电话打了过来：你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我就是拿你的婚戒给他戴着玩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电话里，小助理委委屈屈的诉苦，妻子温柔安慰：没事，他离开我就是个废物，不用管他。我挂断电话，5年感情终究成了笑话，留下离婚协议，我转身离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落雨回家时，已经是凌晨12点，刚一进门就能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酒气。我头也不抬，一点点清理着桌面上的污秽。桌上的牛排在经过了整整5个小时的等待后，早已凉透。剥了塞子的红酒也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变成了陈醋。将桌面上的蜡烛清理掉之后，我坐在餐桌旁，自顾自地将桌子上的牛排塞入口中。高级和牛，挺贵的。落雨见状嗤笑，要我说，你这人就是上不了台面，一块凉掉的牛肉就丢掉呗，还舍不得呀。说着，他扬了扬手里的袋子，喏，我给你带了吃的，这可是人小陈特意给你带的。你说说你，一个大男人，连一个初入社会的男孩子都不如。他大着舌头，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。自从到了现如今的位置后，他就很少会喝酒喝到如此失态的地步。我沉默着，也不回应，只是自顾自吃着牛排。他有些不满，一把将我面前的盘子打翻，双手支撑着桌子，惺忪迷离的双眼中透出一丝愤怒。吃，你还有心思吃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在他评论区里阴阳怪气，他在公司那些同事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他只是比较缺爱罢了，他有什么错？我警告你，赶紧给他道歉。说话间，他已经掏出手机给陈飞拨过去电话，那头几乎瞬间就接通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才刚刚分开多久啊？这么快就想我了吗？矫揉造作的声音让我胃里直犯恶心，嘴里的牛排都咽不下去。落雨脸上冰冷的表情瞬间消融，转而化作浓浓的笑意。小飞乖，姐姐正帮你教训南风这个死男人呢，你乖，姐姐现在就让他跟你道歉。他将手机递到我面前，我依旧继续着手里的动作，甚至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嘴里机械地咀嚼着。落雨生气了，重重一拍桌子，语气满是命令：南风，我让你道歉没听到吗？你比人家大10多岁，连基本的礼貌都不讲吗？亏小陈还专门给你买了夜宵，你懂不懂感恩？电话那头，陈飞不知道说了什么，落雨的表情顿时变得温柔，言语中竟然透出一丝娇羞。哎呀，不是才奖励过你吗？小坏蛋！过去听到他和其他男人这样聊天，我估计早就发火了。可现在，我只想默默地拨弄着刀叉，将一块块冷到发硬的牛排塞进嘴里。两人絮絮叨叨了足足20分钟，落雨才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。好的，宝宝，你先挂。宝宝2字，他说的是那么的娴熟，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四目相对。落雨眼里闪过一丝不自然，但很快他就有些生气道：看什么？就是一个称呼罢了，有什么好在意的？我点头，语气平静。的确没必要在意。落雨面露古怪地盯着我看了一眼，或许觉得有些尴尬，干咳了2声后，开口道：我去把菜热一下，你别吃那冷牛排了，他们家的菜味道很不错的。说着，
他拎起袋子进了厨房，热个菜而已，短短几分钟的事情，可他却在厨房待了整整20多分钟。在我吃完牛排，打算拿盘子去洗时，我注意到骆雨拿着已经热好的菜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，眼神有些发直。我走到他身边，看了眼亮着的手机屏，是一个备注宝贝的人发来的。姐姐，我好想你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喝多了，但我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醉倒在你怀里，想和你一起从床上醒来。我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也不知道骆雨怎么会看上这么油腻恶心的男人。骆雨依旧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，放下手里的饭菜，快速编辑回复：宝贝乖，姐姐会找时间去陪你的。刚要发送，他一转身，直接撞到了我怀里。啊，你干嘛？看清楚是我。骆雨吓了一跳，但很快他就把手机藏在背后，愤怒质问：你偷偷站在我背后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偷看我手机，借机监视我？他面目狰狞，色厉内荏的样子，似乎在竭力掩盖自己的心虚。我没有说话，他一把将我推开，随后将热好的饭菜塞进我手里，赶紧尝尝，人家小陈专门给你选的。我不饿。我随手将盘子放在一旁，随后将牛排的刀叉丢进洗碗池，可转身的瞬间，一个盛满饭菜的勺子直接抵在了我的嘴边。让你吃一口，你是会死吗？骆雨恶狠狠瞪着我，你今天不吃，这事情就没完。我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本来打算装样子，让他不要再继续纠缠，可是才张嘴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花生酱的味道。我刚要闭嘴，骆雨直接把勺子往前一递，几乎抵在了我的嗓子眼，食物都没来得及被咀嚼品尝，就直接进了肚子。不好！我一把将他推开，跑到垃圾桶旁边，疯狂抠嗓子眼儿，试图将刚刚的食物吐出来。可骆雨却不开心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小飞的心意，你就这么对待吗？他用力拉扯我的胳膊，嘴里骂骂咧咧。30好几的人，就这么不识抬举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不吃完，我们就离婚。我一边呕吐，一边看着他手里的饭盒，一眼就看到了表面铺满花生以及厚厚的花生酱。听着骆雨威胁的话，我心如死灰。这么多年，他难道不知道我对花生过敏吗？感受着胃部传来的隐隐刺痛，我不敢耽搁，站起身，一把将他推开，走出厨房。骆雨更加生气，你还推我，你还有脸闹脾气？你去哪儿？给我回来吃完！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在客厅里到处翻找。然而，一向被我放在茶几抽屉里的药箱，却好像不翼而飞了一般。你干什么？面对骆雨的质问，我没有回答，而是赶忙询问家里药箱的去处。强烈的刺痛感以及窒息感让我大脑一阵眩晕，几乎无法站立。骆雨愣了一下，眉头深深皱起。不至于吧？为了给小飞泼脏水，你是打算告诉我这饭里有毒吗？南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作了？我顾不上跟他废话，胸部传来的窒息感让我忍不住剧烈咳嗽，全身的皮肤也开始发红。见状，骆雨也慌了。你怎么了？药，给我拿药！我努力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。骆雨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面露尴尬。那个小飞之间搬新家，我担心他家没有药箱。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骆雨九也被吓醒了，赶忙手忙脚乱地将我扶起，跌跌撞撞地下楼。抵达车库后，我打开后车座，可下一秒我就愣住了。车座前面的地上散落着一地团成一团的纸巾，后座靠背上一条男士内裤丢在上面，格外扎眼。
骆雨也注意到了，脸色骤然一变，磕磕巴巴的解释：“那个，前几天我和小飞去学游泳，估计是他换衣服的时候忘记了。我看着那条内裤的裤裆，那里明显有着一抹深氨的痕迹，显然刚脱下来不久。”我脑海中闪过骆雨和陈飞在车后座上颠鸾倒凤的情景，可此刻肺部的窒息感让我根本顾不上和他废话，反手将内裤和纸巾丢出车外。我虚弱地坐了上去。“你干嘛？”骆雨有些生气，急忙将内裤捡了回来，小心翼翼地叠放整齐，接着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。这可是大牌子，不便宜的。小飞才刚刚转正，买这一条也不是小的数目，怎么能乱扔呢？他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的双眼微微刺痛，可我也已经懒得跟他计较，毕竟已经烂掉的女人，没有必要过多在意。快到医院的时候，骆雨的手机响起，骆雨看了眼来电提示，一脚刹车，直接将车子停在路边，将电话接起。“姐姐，我胃里好难受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睡不着。”陈飞可怜兮兮的声音从电话那头响起，在狭小的车内显得格外刺耳。“好，我这就来。”骆雨几乎没有丝毫犹豫，调转车头，朝着医院的反方向疾驰，还不忘安抚我：“你坚持一下，小飞现在很需要我，我必须要去。”我自嘲一笑，原来陈飞的相思病比我这个过敏快要致死的人还要严重。车子停下，骆雨还不忘警告我不要乱跑，而后才慌慌张张地上了楼。我独自一人躺在车里，尝试逼迫自己呼吸，试图缓和那种窒息的沉闷感。可骆雨似乎为了防止我上楼捣乱，直接将车子上锁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的额头开始不断冒冷汗，后视镜里的脸色也是苍白的难看。我意识到我必须尽快去医院。我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，可急救人员赶到后，却怎么都无法联系上骆雨。最后还是在我的示意下，救护人员选择了破窗。在医院，医生给我做完检查后，面色严肃：“你这过敏症状很严重，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估计会有性命危险。介于你的血氧饱和度很低，我建议你住院观察几天。你最好找家里人来看护一下。”我想了想，临时叫来了公司的助理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有收到骆雨的信息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打来电话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早上7点。看来他和陈飞享受了一夜后，才终于想起来我这个差点死在他车里的老公。“南风，你有病是吧？为什么要把车砸坏？万一被坏人偷走了怎么办？”我的心里更加苦涩。原本以为他会愧疚，可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我车子的事，丝毫没有提及昨天他将我一个病人锁在车里的事情。我淡淡回复：“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找我的吗？我自己花钱买的车，砸了就砸了。”可能是听我语气不善，骆雨态度软了一些。“我不是生气，老公，再说了，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就是因为没车上班，心情有些烦躁。上班？”我忍不住摇头冷笑。“既然车坏了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，家里太无聊了。我去公司找你，顺便给你买早饭。”小飞说：“有一家灌汤包很好吃。”他侃侃而谈，我面色冰冷，看来他的确忘了昨天将我锁在车里的事情。“不用麻烦了，你照顾好你的小飞就行。”话刚说完，骆雨就生气了：“你又耍什么脾气？不就是把你忘在车里了吗？你不会打电话给我吗？为什么砸车？小飞关心你，才让我给你带早餐，你还不赏脸？”我皱了皱眉，不耐烦道：“我没胃口，不怎么想吃东西。”
骆雨骤然提高声音，姣好的面容看上去有些扭曲。南风，你不就是在吃小飞的醋吗？我们两个是姐弟，我住在他家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心思龌龊，就看什么都是脏的吗？我们俩清清白白，你最好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。骆雨和我是在大学认识的，他是学舞蹈的，比我小一届。当初是他主动追求的我。俗话说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我几乎无法抵挡他的热烈，难以自制地沦陷进去。我心中暗暗发誓，要把他捧在手心，尽我可能地照顾他，包容他。他一心想要创业，我拜托父亲将他安排进了我家公司，并且在他晋升的路上常开绿灯。我不需要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手笔，我只希望他开心。可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他也变得心高气傲，如今更是理直气壮地出轨，还试图对我破。视频那头，骆雨还在一个劲儿地抱怨。我注意到他嘴唇的红肿，心中冷哼，看来出门之前也不忘和陈飞缠绵一番。总之，你最好大度一点，别那么斤斤计较。你如今的生活还不是靠我努力才得来的，我养着你，不是让你跟我吵架的。我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反驳。我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他的帮助和呵护够多了，就连他的家人都是我在暗地里养着，不然他一个艺术生，凭什么一毕业就能在北京落户？没关系，那是你的自由，我不会干涉。听到我的话，骆雨停顿了一下，脸上露出狐疑，他似乎有些不敢置信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回病床，身旁的助理开口安慰：“南总别生气，年轻女孩爱玩很正常，等她腻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回归家庭的。”我忍不住嗤笑摇头：“骆雨会改吗？不可能。这么多年，我不止一次发现他和别的男人暧昧，健身房里和健身教练，去按摩房找男技师做全身 SPA， 等等等等。他既然这么爱玩，那我就成全他。”在医院待了几天后，因为要出席一个重要的活动，我只能提前出院。这几天时间，骆雨没再给我发过一个信息，有的只是一条条消费记录。他买了很多男性的奢侈品，我不觉得他是买给我的。返回公司后，我径直去了办公室，打开门，一眼就看到陈飞双腿大开，瘫坐在沙发上，而骆雨正趴在他的两腿之间。听到动静，陈飞慌乱地起身，背对着我的骆雨头都不回，呵斥：“谁？有事不知道敲门吗？”“是我。”我沉声开口。骆雨身子颤抖，转过头来时，眼里闪烁着愤怒和震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住院了吗？你出院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我还想着找时间去看看你。真是的，我冷笑。你这不是在忙吗？哪里有空来看我？他表情变化，急忙解释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刚刚是小飞裤子上沾了东西，我给他擦一下，并没有发生什么。”我看了眼陈飞，他的身上穿着的赫然就是我手机消费记录上的订单。没事，我相信你。我语气平淡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可这反而倒让骆雨有些不自在起来，支支吾吾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骆雨的弟弟推门走了进来：“南总，我有点事找陈飞，可以让他出来一趟吗？”骆雨的弟弟骆晨从毕业后一直在我公司里帮忙，相比骆雨，他的业务能力很强，这也是我会破格提拔他的原因。我知道他是在给自己的姐姐解围。我看了几人一眼，转头离开。今天是公司的一个老人退休，我专门让助理在5星级酒店订好了位置，公司里的干部都会参加。可骆雨却执着要把陈飞一起带上，他是我的助理，跟着我怎么了？他拉着陈飞钻进车内，
我隐约听到洛尘压低了声音指责道：“姐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带他算是怎么回事？”洛雨语气不屑：“就是一顿晚饭，我带小飞来见见世面，怎么了？我可是总裁，谁敢指手画脚？”洛尘有些难为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耸了耸肩，一脸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就多一双筷子罢了。这下反倒车子里的三人开始坐立不安了。到了酒店，落座后，酒店的经理陪着笑靠了过来：“洛小姐，您和先生寄存在这里的酒要给您拿上来吗？”酒，我有些疑惑，这个地方才新开张，我都没有来过，哪里存过什么酒水？可没等我反应，一旁的陈飞很自然地开口：“拿上来吧。”我这才明白，他嘴里说的先生指的是陈飞。公司的老员工们面面相觑，洛雨低着头，自始至终脸上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。经理点头，把酒拿来后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酒水的品牌——罗曼尼康帝白葡萄酒，光一瓶酒要好几千美金。我淡淡一笑，托洛总的福气，我们也能尝尝几千美金的酒。洛雨脸色闪过一丝尴尬，小飞之前在国外是葡萄酒品鉴师，我就是想让他品鉴一下，免得遇到赝品，所以才……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人精，只是不会去点破罢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我出门接了个电话，等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助理几人正在给陈飞灌酒，估计是为了给我出气。洛雨脸色难看，厉声呵斥：“你们几个够了！没看到小飞已经喝多了吗？他有胃病，这么折腾要出问题的。”他一边呵斥，一边夺过陈飞嘴边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却想到了曾经因为长期的熬夜应酬，我得了胃穿孔，没等恢复，就接到了一个难以推却的聚会。我和洛雨一起出席，面对甲方老板的敬酒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。可仅仅几杯下肚，我就感觉胃里翻江倒海，绞痛异常。我求助般看向洛雨，可他却一脸嫌弃：“你这样也太丢人了，喝个酒还要老婆挡酒，酒量不行的话就多练，不然以后哪个老板愿意跟你吃饭？”我以为那是他的认知，可现在看来只是分人。洛雨已经快要发作，拉着陈飞的手就要离席，可看到我后，他立马反射性的松开：“老公，你别误会，这些人非要拉着小飞喝酒，他都喝多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受不了的。”一旁的洛尘脸都白了，不停地拉着他的衣角：“姐，别闹了，赶紧松开。”洛雨却不闻不问，依旧自顾自地嚷嚷。陈飞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南哥，你别误会哈，姐姐就是担心我喝多了犯胃病，她只是关心我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周围的同事纷纷变了脸色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发火，可我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没关系，你是洛雨的弟弟，他关心你是应该的，你们慢慢吃。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”说罢，我转身就打算离开，可陈飞却起身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：“南总，你一定别误会，我只是把洛总当姐姐，我们之间很清白的。”他刻意咬中了清白2个字，看着洛雨一脸担忧以及眼神里的那一丝丝警告，我坦然一笑：“我怎么会误会呢？我都老男人了，哪有资格和你这种小年轻吃醋？你体力好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好姐姐。”说完，我甩开了他的手，转身离开。其他同事们也忍受不了这种尴尬的氛围，纷纷离席，只留下他们2人。出门前，我转身看了眼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居然看到了洛雨眼里露出后悔之意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。路上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洛雨发来的信息。
老公别生气了，我真的和他没什么，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你。我和小飞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就算有，也只是一时激情罢了，没有真正的感情。我平静地截了张图，这也算他变相地承认自己出轨了吧。但他这些所谓的后悔，在我到家这段时间里已经消失殆尽。这一晚，落雨再次夜不归宿。老公，小飞的胃病犯了，我要送他去医院，今晚不回来了。我没有回复，而是果断联系好了离婚律师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赵诗音。得知我要离婚，他并不意外，只是询问了我是否着急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但我还是给落雨保留了最后的颜面，只说因为感情不和才提出离婚，也不要求他净身出户。凌晨2点，我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见我坐在沙发上，他惊讶道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我不是说好了让你不要等我吗？”他朝我走过来，张开修长的臂膀环绕我的脖颈，身子也不断朝我靠近。他表现得很主动，这很反常。过去每一次夫妻生活，他都会表现得很抗拒，他不喜欢我碰他，以至于后来2年，我们的夫妻生活几乎是按月为频率。靠近的那一刻，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。他不抽烟，那烟味从何而来？一想到他刚才还在和陈飞缠绵，我就觉得恶心，忍不住一把将他推开。落雨一下子生气了：“你还嫌弃上我了？你30几岁的老男人，再过几年那玩意儿都不行了。这2年再不要孩子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”说罢，他直接脱掉自己的外套，随后伸手就要解开我的腰带。我一把按住他的手，面色平静。前几年，每次我跟他提要孩子的事情，他都会表现得很是抗拒，要么就是找各种理由推拒，以至于我俩结婚5年都没有过孩子。现在竟然主动跟我提要孩子的事，这让我忍不住怀疑，我今天喝的酒有点多，改天吧。被我拒绝后，他有些生气：“你是不是还在因为我和陈飞的事情生气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们俩是清白的？”我没有搭理他的话，正要跟他提离婚的事情，他包里的手机再次响起，那是陈飞专属的铃声。“喂，小飞，怎么了？”“什么？行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放下手机，落雨急急忙忙的就要往外走。“小飞不舒服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别误会，小飞胃病犯了，我只是去陪陪他。”我冷嘲：“快去吧，我不会多想的，毕竟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呢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，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。我一边催促离婚协议书的进度，同时告诉财务断了落雨的银行卡。第2天一早，我正在和赵诗音商议我离婚的事情时，落雨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“南风，你什么意思？凭什么断了我的银行卡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让我多难堪？”当他注意到我身边的赵诗音时，他瞪大眼睛，一脸不敢置信。“好啊，我说你怎么断了我的卡？原来还搞起了办公室恋情。你一个30多岁的老男人，还好意思出轨？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我告诉你，你1分钱都别想得到，你给这个贱人花的钱，我都要追回来。”我忍不住冷笑，他是不是忘了他如今的生活都是怎么来的？说到底，他只不过我公司的一名员工罢了。不等我开口，赵诗音就忍不住了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难怪南哥要跟你离婚，胡搅蛮缠也就罢了，满脸的医美痕迹，真让人恶心。”我有些震惊，和他认识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。眼看落雨要继续纠缠，我冷声道：“落雨，赵小姐是我的离婚律师，你最好不要胡搅蛮缠。”听到离婚2字，睁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瞪着我。“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？”他很不理解：“
你不是已经不生气了吗？他说的其实也没错，我不生气，但只是不在意了。我冲赵诗音示意，他立马递上来一份文件，这是这2天他帮我整理出来的。骆雨这1年以来所有的花销，光是花在陈飞身上的就有500多万。我不生气，我只想离婚，顺便追回你花在陈飞身上的500万。听到我这么说，骆雨还没什么表情，倒是陈飞一下子慌了。他一把拉住骆雨的胳膊，眼里满是委屈和紧张。骆雨立马硬气起来：“你想都别想，南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吝啬了？再说了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有权利支配。”他上来就要撕扯我，可一旁的赵诗音却拦住了他，两人推搡间，骆雨突然尖叫一声：“你干嘛推我？南风，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就这么放任这个贱人来动我？”他的反应很激烈，这也侧面印证了我前段时间让私家侦探拆的事情。她怀孕了，离婚就离婚，反正夫妻财产各一半，你也别跟我要什么500万了，就从我的那部分财产里扣就好了。他一脸一气指使，似乎已经胜券在握。陈飞放松下来，一脸挑衅地挽住骆雨的胳膊。我摇头轻笑，原本我还是打算给他留点脸面，但他既然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我直接拿出了他多次出轨的证据放在桌上，这都是先前我找的私家侦探拍下的。俩人在微博上天天高调秀恩爱，他们的行踪其实很好掌握。照片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那个曾经在我面前单纯可爱的校花，背地里却是一个在男人胯下求欢的低贱货色。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，骆雨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是假的，是丫换脸。南风，你为了污蔑我，居然做出这么歹毒的行为，我根本懒得跟他浪费时间，直接冷冷打断他的话：要么等着法院起诉，要么签了离婚协议滚蛋，你自己选吧。骆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虽然蠢，但也知道婚内出轨，法院判决的话，大概率他会净身出户。陈飞在一旁怂恿：姐姐，就签了吧，你名下不是还有2套房子吗？卖了以后也值1000万左右，还了他的钱也还有500万，怕什么？骆雨咬牙点了点头。离婚协议签完，他甩手将笔丢在我身上：南风，我等着你跪在地上求我回来，没有我，你根本没有今天的地位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会有哪个女人看得上你？卖了房子，骆雨靠着500多万，也带着陈飞潇洒了一段时间。通过两人的微博就能看出他们奢靡的生活。可500万又能支撑多久呢？不到2个月，骆雨就找上了门。我已经跟保安提前说过，不管骆雨怎么闹，都不能放他进来。可我还是低估了骆雨的脸皮，他竟然不顾众人的目光，直接跪在公司大门口，撕心裂肺地大喊：我错了，老公原谅我吧，我和陈飞真的没什么，我真正爱着的永远都只有你一个。炎热的阳光下，他的皮肤被晒得通红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看上去很差，但我却没有丝毫动容，就连注意到这一场景的洛尘都没有想过开口求情。傍晚，我邀请赵诗音吃饭，算是感谢她这段时间的帮忙。可刚一出门，骆雨就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他脸上满是泪痕，声音沙哑哽咽：南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用这个女人来刺激我好不好？我才是你老婆呀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爱你，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，我会给你生孩子，好不好？不说生孩子还好，听到生孩子，
我忍不住挑了挑眉，所以他是为了给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，还是想过回他富家太太的生活？总而言之，就不是真的忏悔，知道自己错了。我没有理会，拉着赵诗音快步上车离开。接下来几天，骆雨每天都跟定点打卡一样，出现在我公司楼下。见我不理会，他竟然直接找上了我父母家。可我爸妈本来就不喜欢他，要不是当初我执意要和他在一起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同意我俩结婚。爸妈，我怀上了南风的孩子，你们难道要让你们的孙子流落在外吗？听到她怀孕，我爸妈脸上有了动容，我脸色冷了下来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需要我说吗？骆雨脸色苍白。南风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跟陈飞撇清关系，你才是我唯一的老公。我冷哼。骆雨，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脸跟我说这些话。你在和那些男人苟合的时候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？骆雨沉默着流泪，一言不发。我直接将他赶出门，可刚一出门，陈飞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，狠狠掐住他的脖子。骆雨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是说你只是假装和南风复婚，分到的钱给我花吗？你现在居然想着让我的孩子管别的男人叫爹！陈飞越说越气，直接抬手给了骆雨一巴掌。骆雨尖叫一声，和他厮打起来。可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男人的对手？很快被一巴掌打得瘫倒在地。随后他红着眼睛瞪着我：南风，你都有那么多钱了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我和姐姐只是一时犯错，你为什么抓着不放？我冷笑：行啊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但是骆雨……我低头看向倒在地上的骆雨，你要么打掉孩子跟我复婚，要么就和你的小飞弟弟一起去出租屋里养孩子，你自己选吧。骆雨一听，立马连滚带爬上来抱住我的大腿。我跟你复婚，我现在就打掉这个孽种，看吧，在钱面前，他最爱的弟弟的骨肉也会沦为孽种。陈飞红了眼睛，冲上来拽着骆雨的头发，一通拳打脚踢。你找死！操你妈的贱女人！你还想打掉我的孩子？老子打死你！如今的骆雨没了钱，又准备抛弃他，陈飞也干脆不装了，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骆雨拼命呼救，我冷眼旁观。这俩人都是一路货色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放弃。大概过去10分钟左右，骆雨没了动静，鲜血顺着他的大腿根缓缓滑落。陈飞慌了，想要逃跑，我直接叫保安将他拦住，顺手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医院里，在医生说孩子可能保不住了的时候，骆雨不仅没有伤心，反而表现得很是激动。太好了，南风，没了这个狗杂种，你就会和我复婚了，对吗？我没有说话，而是果断报警。陈飞因为故意伤人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不仅如此，骆雨的父母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闹着让陈飞赔钱，而骆雨却在离开医院后再度找上了门。南风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让我回家，我可以给你生孩子。可笑！我冷冷一笑，骆雨，忘了告诉你，医生说你大出血，子宫已经不能孕育孩子了。换言之，你已经连做一个正常的女人都做不到了。骆雨呆住了，回过神后，他摇头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我直接将病历甩在他面前，转身关了房门。那天之后，骆雨没有再来，他的父母也因为他没钱，将他赶出家门。再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是在红灯区，他穿着暴露，坐在一家洗头店的门口，冲过路的男人抛媚眼。他终于还是给自己做到了尽头这种地步。见到我，他眼里闪烁亮光，站起身，似乎打算走过来。开车吧，我吩咐司机。后视镜里，
我看到落雨跌坐在地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。单身生活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，公司效益也越来越好。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年轻的时候会渴望稳定的生活，以及会尝试从他人那里获得成就感。可直到经历了这次失败的婚姻后，我才明白，那些一切你试图得到的东西，到后来总会反过来将你牢牢掌控。不会背叛你的，只有那个努力爱自己的你。过去的种种都已经成为序章，现在和将来才更加重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